了，这位朋友虽然是老演员，但他第一次在节目中为大家开场，所以对他来说也是全新的挑战。当然啊，你们对他很熟悉了，这是我们喜丹客厅的女主人，掌声欢迎七七。已经上节目了嘛？跟大家说句老实话，我已经不想再突破自我了。我现在就想找一些认识我的观众，然后爱我。我是真的好想要粉丝啊，要那种真正的粉丝，能理解我吗？不是那种说我好喜欢嘻哈，我好喜欢大宅，七七也不错。我不要这种，我要那种会说黄渤跟七七比起来也是略逊一筹啊。我就想要这种无条件的维护和溺爱，因为我被骂过。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和嘻哈还有于翔宇一起主持了爱奇艺尖叫之夜，已经过去半年了，还在尖叫。就是我们那一天啊，因为主持的不好被骂上了热搜。我本来那天可高兴了，你们想，我见到那么多娱乐圈的真帅哥，那我平时都是跟着，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会被骂。就你们想想，那个场合全是明星和他们的对家，谁顾得上骂我呀？那个热搜骂的都是尖叫之夜主持人，因为不知道我们分别都叫什么名字。刚开始知道被骂的时候呢，还是有一点喜悦的。娱乐圈嘛，被骂也是一种在乎，但是就不能只在乎我嘛。好想要那种指名道姓的黑热搜啊，一系列的那种。首先是愤怒，说七七凭什么？然后得出答案，七七资本。最后盖棺定论，七七爱奇艺长公主。OK， 我当时还为了自己蹭热度发了一条视频，那个评论区特别的有意思，主要分成3类，一类就是问我们家哥哥到底有多帅啊，他们身上香不香，香不香？我说倒是没有刻意去闻，但是感觉是香的啊，主要是也不让我去闻。第2类呢就是好奇，问我你的口红色号是什么呀？避雷。当然最多的就是批评嘛，批评我普通话不标准。我那一天太紧张了，我把张若楠说成了张若兰。有些人都没听出来错在哪儿。呢了不分了，我当时好慌张，只能用那句经典的话安慰自己，我说没事的，只是犯了一个所有南方人都会犯的错误。其实呢，还是在这边一片混乱之下，还是有一个粉丝在帮我说话的。然后我就发现，我们脱口秀的粉丝啊，就你们这帮人，活得太理智了，好没有战斗力。别人说我不配当主持人，我的粉丝说那也不是他要去的。是爱奇艺叫他去的。对。我说你骂他呀，你攻击他呀，而且别再那么说了，本来就是我非要去的。我真的不懂，为什么爱我爱的这么客观？能不能爱我爱的失去理智？你爱的是非不分，你爱的胡搅蛮缠。你就说七七的普通话没有问题，他就应该叫张若兰。虽然我们对外都说粉丝的爱太盲目，但谁不想要盲目的爱呀？只有黑灯的对象要到了。一个非常高级的内部梗。
而且我当天在尖叫之夜，我也非常的努力，一直在媚粉，没有粉啊，就硬媚嘛，反正。当时那个观众还趴在那个围栏上，他们手上的东西会掉进来，他们捡不着，那谁去捡呢？但我去不是因为我人好啊，千万不要误会，不是因为我人好，是我希望他们觉得我人好。其他明星还在耍大牌，我已经开始耍花招了。主要是我对我自己的人品啊和人性极其的没有信心。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爆红了，我也会耍大牌的。我就是想提前做一点好事对冲一下，这样的话，如果以后我有什么丑闻的话，我想这几个人会帮我说话的。他们会说不可能的，琪琪是一个好人，他帮我捡过包哎，他不可能偷税漏税的。我的朋友特意叮嘱我，他说如果你要讲这个梗，你以后就绝对不能偷税漏税。我说怎么不讲就可以吗？都不可以呀，我是不会干这个事儿的。我现在已经明白了，很多事情就应该在爆红之前提前做到。我现在每次捐款都截图，先不发，存在相册里，相册的名字叫红了再发。所以我当时跟于翔宇2个人站在那个外场啊，我看到有东西掉了，我马上就走过去捡。就这么捡了2个之后，开始主动叫我过去捡了。我当时真有点不高兴了，我说我想演的是一个好人，不是一个好使唤的人。我就把我的小耳朵闭了起来，假装没有听到。结果于翔宇走过去捡了。我当时好生气，我说你偷我的花招！我也只能赶紧走过去捡。那一天怎么讲呢？像提前步入老年生活，跟旁边那个老头啊抢东西捡呐。那天我这么努力，得到了什么呢？得到了骂声。不过好在啊，他也没有被夸呀。说实话，我今天讲这些阴暗的小心思，其实我是很担心，我怕你们讨厌我。但是我后来想，管他这那的，我就是觉得真实比正确更有意思。而且我相信那个粉丝肯定会帮我说话的，他肯定会说，那也不是他要讲的，是爱奇艺让他讲的。对。谢谢你们粉丝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七七，喜欢七七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投票。哎呀，开场怎么会这么紧张呢？他们看起来都好镇定自若呀。那你开的挺好的，很好啊，一下把大家都感染到了，这就是你的客厅，对不对？是。其实我听到题材的时候，我还有点担心，因为讲一个自己参加咱们叫娱乐圈吧工作，然后又一个小事儿，我就担心会不会，比如观众觉得太小了或者怎么样，但讲出来好像效果很好，而且这个心态很有意思哈。啊，我不觉得小，我觉得多好玩。这个上台我就跟着他乐，一直乐到结束。又是在下半场，一个高能量啊，这个高浓度、高喜剧啊，我觉得特别好。谢谢。刚才黄渤老师说话的时候，七七这么看着，跟你说的我听听。我是那个想听您的指教，我是。其实就是刚才讲了一半，那就是我们说说问题哈，就是啊，哎呦，突然变得诚恳了起来。啊，没有问题，很好。哦，原来你是在开玩笑啊。对，我知道那问题也不是你想有的，是平台让你有的。对。你还插后面那句，对。黄渤老师，现在你是我的大粉头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嘞。哎呀，太倒反天罡了。就他天天在网上说，哎呀，这黄渤比七七还是略逊一筹。这是我第2次见七七哦，我觉得七七线下跟线上一样，是一个能量特别强的一个女孩，而且非常的漂亮和性感，这点非常好，接到。这好多事儿就得看当事人的反应，这差一点就变成一场骚扰了。刚才他表现的我觉得非常好，因为你要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会说论迹不论心，就你看到我做的是什么，我捡起来就够，但是我捡之前那就是戏剧
那就是一段情节，那就是一段内心独白，那就是喜剧。你懂我，鲁豫姐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们几个女演员在后台就说，哇，好想被鲁豫姐点评啊。我懂你，你懂我，你真懂到我了，我真感动。那他只想被鲁豫姐点评，我不说了。来，七七，使出你的。我们在后台男演员都说了，好想被那个思纯姐点评啊。好了，别编了啊！我昨天在那个电梯口碰到七七，我说你真的好漂亮，因为我看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好漂亮。我其实从小就觉得自己漂亮，但是我以前不敢说，因为怕被人嘲笑嘛。说出来。对对，我现在就是确实，我觉得我自己很漂亮的，是吧？啊，大家都一样。我总觉得你的那个尺寸特别神奇，就是它其实多一点吧，会有点油。但是你少一点吧，它又不够，你就正好卡在那个最合适的位置，你就把你的可爱和你的真诚全部都奉献出来了。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，但是可能这是你天然的一个天赋。你说的那个观点我也特别喜欢，就是其实真实比正确更重要。更有意思更重要的话，我怕不让大家觉得我在说教。对，更有意思的话就是很巧妙，就你说那个就是。那我问问七七，那个大林点评你想听吗？当然了，这是老朋友了。我是先提出这个会客厅这个概念的，因为他特别像是真的在家里头，他就像家人一样，然后他回来给你讲我今儿怎么样，哎，他不管讲的是什么样的事儿，是你要放在一个特别客观的平台，可能有人说，哎，这人怎么这样？但是只要七七说，我们全盘接受。啊，你是这么一个有魅力的人。是我最近也是决定要利用我的这种天赋，讲一些可能其他人不太方便讲的一些心理的阴暗的小活动。我准备坚持这个喜剧风格，要黑化了哈。对，酷坏女人今年的人设是。他太厉害了，七七可以把这个舞台演绎成他自己的客厅，把观众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舞台，而不仅仅是他自己身上。所以我觉得他把这个场开得非常漂亮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多强。七七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场，也是一个精彩的演出。那难题丢给备战间的朋友，有没有人会向七七发起挑战？请看大屏幕。两位朋友向七七发起了挑战。因为前一天我在酒店碰到了七七，我非常焦虑。七七和我说：“你别焦虑，你要是谁都不敢站的话，你就站我，我会把场子给你开得很好的。”因为她是我们俱乐部最先上节目的嘛，觉得一姐上去开个场，开得挺好，让我们这些后进俱乐部的演员很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。我心跳正在为我鼓掌。接下来要上场的朋友是一位新人，他看起来啊，可能也是活泼无害的那种。但是他经手的那些事儿，经常有时候啊，人命关天。到底为什么？有请来自高校喜剧的巴拉。大家好，我是巴拉。作为一个新人啊，今天也是主要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的工作。朋友们，我是一个妇产科大夫。实习的，我知道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大夫，就我这个样子，朋友们，出现在医院里，没有人叫我大夫的，叫我什么的都有，他们叫我美女、小姐、护士，叫护士的最多。每天我出现在医院里，看见我就是，哎，护士，护士过来换药，护士拔针，你知道被叫多了吧，我也会有一点不高兴。然后有一天我就跟那个患者说，我说我不是护士啊，你不要再叫我护士了。那个患者吧，他其实他很有礼貌的。他只是不知道怎么称呼而已，他就开始措辞，他说：“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服务员。”那朋友们在医院里，你见到一个女大夫，你就叫她护士；见到一个男护士，你要叫他大夫，是非常常见的事情。就经常我一个人在诊室，那个患者推开门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和我说：“这咋没有人呢？”我说我刚刚是累死了吗？看不见我，谁强调都没有用。我有个很好的朋友，1.85米，骨科男护士，很帅，每天就被患者追着问病情，然后他也很真诚，他和患者说，他说我不知道，我是护士，我不是大夫。那个患者也很真诚，
跟他说，没事儿，过2年就成大夫了。朋友们，护士过2年成不了大夫，他过2年能当护士长。你就从来没听到过有人跟保安说这保安干得真好啊，过2年能当警察。保安他过2年当不了警察，保安过2年他能当喜剧之王啊他。啊，在妇产科实习确实挺难的，面对孕妇和家属，他们会想知道孩子的性别，这规定就是不能说嘛，我嘴也非常的严，但是他们就是能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翻译成性别，就有时候我都开始怀疑，我说是不是我们妇产科说的就是小语种啊，妇语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因为网上有篇文章叫《那些产科黑话》，你听懂了吗？常见的啊，就是蓝宝宝男孩，粉宝宝是女孩。我看了这些文章之后，我再去见孕妇我就很紧张。我在诊室我都不敢喝水，我一喝水，他说大夫水，大夫喝水，哎，大夫你那个水杯带把，啥意思？我说。这越紧张话越多，话越多他们越能解读我啊！我大点声男孩，小点声女孩。我这孩子心跳真有劲儿，男孩；我这孩子真乖不乱动，女孩。我说行，我不说话了。他说大夫都不说话了，肯定是女孩啊。有点生气。我说你不要再问我了，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？他说大夫说生男生女都一样了。肯定是女孩啊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啊，就是我能找到的那些办法，只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。比如他问我，他说大夫，是蓝宝宝还是粉宝宝呀？我说不出意外是那个就是黄宝宝呢。那种人，拿个4维图过来问我说大夫你会看吗？你能看出来是男孩女孩吗？你会看吗？我说我不会，我是护士，其实。我是服务员。因为我工作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嘛，我很想知道，就是现在还会有家属问这种问题吗？我还特意的给我老同学打了个电话，他说今天还有人在问他是该买裙子还是该买裤子，买纸尿裤啊！我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，买裙子还是买裤子，这是孩子出生前的必需品吗？你真的很着急准备吗？你要真着急准备，你怎么不买学区房呢？你啊！还有那种骗我的，我最讨厌的就是骗我的。他又跟我说大夫，我那个什么，我重女轻男啊，想要女孩，是男孩我给他打掉，能不能告诉我？我说你想打掉谁我都不能告诉你啊。就那孩子爸爸有点生气，说大夫，那我媳妇到底怀的什么？怎么样你才能告诉我？我说怀的3轮车我就告诉你。我和我的好朋友吐槽我的工作嘛，然后他说他妈妈当时怀他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一直问大夫，然后但是大夫就是保密，一个字都没说。但是听说怀他弟弟的时候，大夫给了一只袜子。为啥给一只袜子呀？我说你弟弟是12月25号出生的呀。然后他要跟我解释，他说就是如果怀的是男孩的话，大夫就不用那么保密，手边有点什么就会给你点什么。不，那大夫手边为啥有只袜子呀？大夫脚痒脱下来放旁边。你爸也真敢拿呀，要我可不敢啊。他说我其实会羡慕我弟弟，出生前就有大夫给的东西，不像我出生前大夫就保密，什么都没有给我。我说给了，我说大夫保密，就是给你一条命啊。我是这样觉得的，就是他如果真的只是好奇，随便问我一嘴，我觉得没有什么。但是如果他一直追问，想方设法的知道孩子的性别的话，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。我是大夫，我知道这是个女孩，但朋友们，我也是个女孩，所以他们每次问我的时候，我都会有一点点难过。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他们孩子的性别的。只有一种情况我会说，就是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我会说，恭喜啊，是个女孩。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巴拉。谢谢巴拉，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巴拉。是紧张还是激动，还是都有？有，
恭喜你啊，这位女孩儿。谢谢你们。那要不让她先缓缓，咱问问这边这位巴拉。为什么叫巴拉啊？确实是因为很喜欢黎巴拉，对黎巴拉这个角色，然后给自己起艺名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名字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以后我也会变得很有名的。他有来看我电影的首映，但是你跟今天完全不一样，今天你特别像一个女爱豆，闪闪发光的在台上。你说脱口秀多久了？3年了，3年。哦，就是我觉得你做的很好的是你很完完整整的，然后很悠悠哉哉的跟我们说完了这个故事。您这个台风可不像是刚说3年的。啊，谢谢你，真的，而且这个好几个就挺大的包啊，还是处理的特别好。哎，那我特好奇啊，那您之前这工作其实和爱说笑话什么的，这有密切联系吗？就您原来在科室里也这样吗？不，我原来是完全不能讲这种开玩笑的话的，因为我以前主要做的工作是遗传咨询，就是我要告诉那些产检有问题的。对，所以我其实是看惯了很多就是孕妇啊家属他们哭的样子，然后搞得我自己也很压抑。我觉得我不想看大家哭，我更想看大家笑，就选择了去讲脱口秀，而不是继续在医院工作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也替脱口秀谢谢你。有过那样的经历哈，中国这个传统也确实是我也是完了以后，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哥给我打电话说怎么样，黄渤生了小子吧？我说是个女儿啊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啊，不是没事儿是什么意思？也挺好。因为一上来我以为你是一个新演员，我说我的天哪，这厉害啊！这要是一开始出来就是这个水平，那还了不得。以后你应该会更好的，应该会很有名。我觉得他讲了一个是非常严肃，甚至有一些残酷的话题，但当他把这个问题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明白生活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。但是还好巴拉他的样子青春阳光可爱，还好帮我们消解了一下他的残酷，让我们还是能够很畅快的笑出来。所以我觉得是一段非常棒的表演，谢谢巴拉。谢谢巴拉，谢谢。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他也来自大家非常熟悉的俱乐部喜翻喜剧的新人。他的介绍词很有意思啊，咱们在座的每个人几乎都是东亚小孩，但他不一样，他是个东汉小孩。我们掌声听听怎么回事，掌声欢迎杨仔儿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杨仔儿。谢谢大家啊！我是一个建筑师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建筑师之间一般相互称呼，特别喜欢叫别人什么工是吧？对。像张工，我们公司就这么叫，就连我们公司养的狗都叫黄工。多么具有狗文关怀的公司！我本人也姓黄。为了避免重名，他们叫我大黄。我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姓，你说我为什么非得跟我爸姓？也没有人认识他。但我爷爷的名字大家应该都听说过，黄忠。显然啊，我的爷爷不是五虎上将的一员，当然也不是一名射手。这是我的爷爷给他自己改的名字，但改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看完《三国演义》，最崇拜黄忠。哎，我真没想到改名这个行为在我爷那儿，他能成为一种应援方式。问题是，我爷他本来姓张。能明白吗？就实际上我和我爸全跟了我爷偶像的姓儿。你们要知道，历史上真正的黄忠是没有后代的，我爷给人家续上了。我感觉我爷当时抱本书在那看着看着，突然一拍大腿，黄忠，太帅了！我要给你生孩子。当
时我爷随便把自己姓给改了，家里人也没有反对，因为我爷这个人他没有生育能力。就是我父亲的亲爹其实是我爷爷的哥哥，啊，这个能捋明白吧？这个，这里说的哥哥指的不是黄忠啊。家里人看他也没法传宗接代了，实际上根本就不在乎他姓啥。就在家里人眼里，你生是老张家的人，不生就不是了。现在看来很荒诞的观念，你没有生育能力，就没有性张力。我的爷爷不光给自己起名很随意，就连我的曾用名黄锦言也是我爷起的，名字本身很普通，直到我爸告诉我，我爷的父亲叫张锦言。正常人谁给孙子这么起名啊？郭麒麟的孙子马德刚。说是我爷特别喜欢锦言这个名字，那我问我爸为啥你没叫黄锦言呢？他说因为那时候锦言还活着。有一个这样的爷爷，就导致我对那种传统的宗族观念没有什么感觉。小学的时候，班里有个同学总跟大家显摆，我家家谱最上面，岳飞，大家都觉得哇好厉害。就我感觉，那不定咋回事呢，那没准就是咱们两家老祖宗当年看了不一样的书而已嘛。岳飞能咋的呀？黄忠放学能来接我。而且现在有时候看网上一帮人在那吵，孩子到底应该跟爸姓还是跟妈姓？我寻思是争什么呀？只有这两种选择吗？假如啊，我是说假如我的父母是雷军和董明珠，那他俩有必要争一下。你要是孙富贵和董明珠，还有什么争的必要吗？我不仅想姓董，我甚至想姓董明珠。那我还叫什么洋崽儿啊？我就叫董明珠崽儿。但我爸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可是他依然保持着那种传统宗族观念下对自己姓氏的自豪感。我爸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咱出去那可都老黄家人。”我不知道他骄傲什么。我说咱老黄家不就咱仨人吗？而且咱也不是那正经老黄家人呢，咱不属于是那乡黄家人吗？咱们如果我能选择自己的姓的话，我肯定不想跟我爸姓。我也不是嫌弃他，主要既然我爷的姓是这么来的，那咱家这个姓还真没什么必须得往下传的必要。那别人家传姓传的都是香火，咱在这传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粉丝灯牌。我感觉咱家生孩子，孩子那姓就应该先空着，咱就无姓繁殖。孩子姓啥就看孩子喜欢啥，多好，一家人百家姓。我爸也有自己的偶像，但凡他再多那么一点魄力，现在我家黄忠的儿子邓丽君。你看我爷生不了，他就不在乎自己姓啥；我爸能生，他就会在意这个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生，但我爸曾经跟我说过，我没准有可能也没有生育能力，有可能是咱们家这一支基因里面就带这个。我寻思啥意思？
咋的？没有生育能力还能遗传呢？啊，骡子还能生出骡子了？我没有去查过，但我女朋友前段时间去算命，带回了2个关键信息。一是大师说你现在的男朋友是你的正缘，二是说你一生无儿无女。我寻思这样的话，我也没有必要在意自己姓啥了，我可以姓张，也可以姓黄，我甚至可以姓一匹来自北方的狼。老有人说孩子跟爸姓是因为父权，我觉得姓啥这个事儿，子孙也该有子孙的权利，啊，我支持孙权。稍等，还差一句，再问我和我爷黄忠什么关系？各为其主。所以谢谢大家，我是黄忠的孙子，周瑜。谢谢杨子儿。虽然大部分人好像已经投过票了，但还是不要忘记投票，请锁票。哇哦！恭喜你第一次来到舞台上就拿到这样优秀的成绩，谢谢。要向各位说明的是，有演员达到200票，我们就会开启金牌挑战。杨子儿是第一位在表演过程中就征服了至少200位观众的演员。咱们问问这边的老黄。对，他一开始说了第一个黄，我就愣了一下啊。首先不得不说，这个稿子我觉得一个废字儿都没有。对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真严谨呢，这是照着文言文写的，真的确实他非常这挑不出来一个字儿的废话。这就是一字千金那种啊，非常的，而且是个新演员。今年是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嘛，然后我现在讲脱口秀大概是4年的时间。哦，厉害！谢谢，我替我们老黄家高兴一回。你看，得亏你姓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爷这名儿没给你白起，你知道吗？谢谢。马德刚的爷爷，好背德。对不起。好刺激，好喜欢。我就一个问题。既然我孙子叫马德刚，想必我的偶像是马思纯吧？郭麒麟的偶像。哎呀，真是他说的好荒诞啊，就是。然后我就开始琢磨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这琢磨我爸的偶像是谁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哦，又来一个爷爷，比徐德伦更有名儿。太好了，这真的像黄渤老师说那个特别精准，一个废字儿没有。就是你这个稿子那个打磨了多久啊？应该是25年7月份的时候开始写的这个啊，那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他天然是个荒诞嘛，因为很多东西是真的嘛，这个很有可能是大家最容易开始那5分钟，结果这不是你的第一个5分钟。对，谢谢。对，而且我想说，你的好多观点让我觉得特别自由，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很多东西，不光是父母给我们的，我觉得就是又奇特又很自由的一个表达。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演出。你知道他刚才那一段充分说明了脱口秀是一种多么先进、多么应该被更多的年轻人拥抱的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。因为如果我是老师，学生们来看这一段吧，那一段你就刚才上了历史课、语文课，你还顺便学了生物课，以及提前补了一些关于社会学、伦理学、哲学的课程。所以，热爱脱口秀吧，年轻人们！谢谢卢宇老师。其实我特别紧张，我手一直在抖，我感觉我脑子完全就不转动了，但是在台上啥都想不起来，就他们说啥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谢谢。完全超出预期。
我对弟弟其实没有预期，我觉得弟弟怎么样都好。他今天一直在上面演的时候，我觉得很骄傲。我第一次在1v1的对决当中看对手，看出了一种姨母笑。因为杨仔儿已经达到了金牌的挑战标准，很遗憾要让七七和巴拉暂时先前往待定区，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2位的成绩。我说这杨仔这个今天的现场效果这么好，他段子非常好，这没有问题。现场效果这么好，也有一部分功劳是七七的开场确实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巴拉的表演也非常好。我觉得好的一场脱口秀表演就是这样，一浪高过一浪，一浪高过一浪。那我们先送2位前浪去这个待定区。杨仔儿为我们开启了下半场第一个金牌环节。备战间的朋友，难题来了，你们现在重新有机会向杨仔儿发起挑战，赢的人会带走这块金牌，请看大屏幕。墩儿要挑战崽儿，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去年也曾经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自己做老师的经历。今天他要讲的是自己的家乡，我们掌声送给墩儿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墩儿。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给大家再次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呢其实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台湾人。哦，对，就稍微捋一下啊。所以一般别人问我是哪儿人的时候呢，我都会跟他说我是台北人，台湾北京人。我呢是在中国台湾出生的，7个月跟家里人一块儿搬到北京了。而且在小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妈在家里边她还是会讲台湾话，然后会讲些台湾口音，所以大家也能听得出来，咱们这个台湾口音就是说倍儿地道。但是我这口音啊，大家先不要看我这德行啊，咱们可以自由转换的。大家说想继续听这北京腔，咱们可以整。但是我想听我跟我台湾台湾唱一下可以啦。我有点整不来这个。但是很多人知道我是台湾人以后呢，会管我叫我一个称呼啊，叫我的台妹。大家听过这个词儿吗？但是在我们台湾话里边，你说这人特别台，就是说特别土、特别低俗的意思，它不是什么好词儿。所以如果你跟一个台湾女生，你就说唱那个我爱台妹这种歌的话，就等于你对一个上海人唱我爱小次郎，特别不礼貌。而且我讲完我是台湾人之后呢，我经常收到2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会有人问我说，哎，咱们现在怎么去台湾玩啊？我个人吧，没有什么可以帮你，咱们可以结婚。哎，而且之前我在刷手某书的时候，上面刷到一个帖子，还被很多人转发。上面就说的是，如果你想去台湾的话，你可以起诉一个台湾人，然后去台湾可以应诉。哎，真的，我那次讲完这个段子以后，收到一条小某书的私信，说墩儿老师很喜欢您的表演，也很喜欢您的家乡，我可以告你吗？哎，我真的特别不能理解。还有人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更喜欢住在大陆还是更喜欢住在台湾啊？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他就不怀好意啊，纯挑事儿，就等于你问一个小孩啊，你就说啊，你是更喜欢爸爸还是更喜欢妈妈呀？那要我说，那爸爸妈妈那不都是一家人吗？但是我这口音啊，我妈跟我说，其实我这口音，我刚刚会讲整句话，我2岁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。小的时候一次把她给吓坏了，就在我们家楼底那公园，没有征兆，突然对着我妈，我手一背，下巴颏一抬，对我妈说了一句：“我觉得我姥儿就是一事儿妈。”就你们知道这个场景对于一个台湾人来说，它有多震撼吗？它信息量太大了。因为在台湾，我们管妈妈的妈妈叫阿嬷，所以我妈当时不知道谁是我姥儿。其次啊，我妈这人比较迷信，我当时一个这个，我妈以为被人北京大爷给上身了。我妈说不得了，这马上带回老家收经啊。我说怎么着，是咱们家那个庙不太灵吗？我感觉大爷到现在好像还没走啊。
我妈不是，她后来就破案了，在我们家楼底下那公园啊，就有一个大爷，他老霸占那个单杠，然后我就去瞪那个大爷，那大爷就跟我急了，就骂我说：“那个小事儿，妈别老瞪我。”这个男人他了不起啊，他是我的语言启蒙老师啊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我语言启蒙有点过早，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已经困扰到我的生活了。就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讲话是北京腔。哎，之前我带我爸妈去逛胡同啊，现在胡同里面就北京那种胡同里面很多卖吃的，然后我妈看到那个卖糖葫芦那摊儿就很开心，她一看到就说：“哇，现在糖葫芦怎么这么多种，怎么这样子？”我说：“都一个味儿，你凑合凑合吃吧。”然后那卖糖葫芦那大爷他突然跟我急了，他说：“姑娘，你一个本地人，你带台湾的团啊？你有没有觉悟啊？什么素质？”我说这是我妈行吗？他说：“姑娘，咱们姿态也不用这么低。”我听了也很困惑啊。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经常寒暑假还是会回老家的，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口音会受到一些困扰。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信息还是有点不太流通啊。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就回老家了以后打辆车，然后一上车了以后跟那个出租车司机计程车司机，就是报完我们家地址以后，那司机就猛地一个回头，然后看我一眼说：“哎，妹妹啊，你是大陆哪一个省来的？来台湾干嘛？有打过车吼？”我说我台湾省人，回家来了。可是平常不太打车，常打人哦。哎，然后那司机他恼了，他开始学我说话了。大家可能就是没有那个感觉到，他讲的那个模仿啊，特别的蹩脚。他怎么模仿的呢？他每个音呢，他都转舌。他突然跟我讲话变成：“啊，妹妹啊，那我这样跟你讲话，你可以听得懂吗？”我真的，我以为我们家小死那八哥突然复活了呢，差点给他回了一句：“恭喜发财。”哎，但是现在我改了，我怎么舒服我怎么说了，因为现在咱们大陆这个流行文化输出做得特别好。我记得我最近一次回老家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那司机就在我报完地址以后，一直跟我说话，一直缠着我聊天。当时我觉得我舟车劳顿，其实有点累了，我不想说话了，跟他说了。然后他就看着我，就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啊，一直跟你讲话是因为你讲话好像《甄嬛传》里面娘娘哦。”哎呀，所以我每次回老家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费劲，就是我要解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就觉得很疲惫。然后那次假期结束之后呢，我就回去了。从机场出来，很幸运地打到了一辆这个臭车哈。然后我坐在后座，我没想跟司机多交流了，我就默默地把这个窗户摇下来。那司机继续开车，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，他用牙缝挤出2个字儿：“什么事儿吗？”哎，就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到舒坦。哎，我到家了。今天先讲这么多吧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墩儿，谢谢你带给大家的表演。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倒计时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墩儿，谢谢。怎么身上藏了这么多故事？去年没分享给我们呢？去年新教师嘛，先讲这个新教师的东西，不然那个年限就过了。哦，是教师资格证要过期了，还是？刚考到了，没有。大林有这个感觉，反正就是跟去年挺不一样的一个感受。是，而且我其实我特想问您一问题，就是您这个，您说，哎，没有你带的，你看我平时说话都不这样，我呢。作为朋友啊，因为去年那个也特别喜欢您的节目，就是在这么一个就明知山有虎的一个情况下，您为什么要挑战他呢？因为杨仔我们在那个北京经常一起演出嘛，然后呢，我有的时候也接过他，我知道他这段特别好，然后我希望在大家这个气氛之下呢，我就勇往直前一把。对，因为去年走了1轮嘛，我今年想说，那怎么着还能走负1轮，那就来吧。啊，明白。挑战高手，跟好棋篓子下棋啊，挺好，祝贺你。谢谢。听你说话有一种在演情景剧的感觉，哎，对，两边语言的不同的那种反差，在你的文本当中能感觉到，好像你对台湾口音是
不舒服的是吗？大家对台湾女生有一种刻板印象吧，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，啊，你也讲几句台湾腔来听听，就是会有这个感觉。但是我其实，觉得大家怎么舒服怎么说，也不用说因为口音定义一个这个事情。我觉得他是从小大概生长环境已经把他造成了现在的这个语言习惯。因为我也有过这个经历，因为以前去台湾拍电影，然后也是大家也努力为了是北方来的，然后就努力想适应一下的。黄老师，您吃饭了没有？我天，每个儿化音都加的不太对劲。对，找不对地儿。我原来学习过语言，包括后来演戏的时候用的方言也比较多，我就知道这个方言对于人物的塑造的重要性。其实你刚才在听他所有的这个说话时，你觉得这就是一个老北京啊，就特别像，但是那个人物形象就特别清楚，他说这段人物也会特别合适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你也用的特别好，把这个2个方向去用到你这个作品里边来，也特别有意思。谢谢。他讲的内容其实是不好讲的，是因为她是在一个大家之下有2个小家的一个女孩，她很容易要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去讲。然后他的分寸又很重要，他状态非常好，然后就是用一个特别细小的一个角度，就是口音的转换，然后让人讲到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概念，所以很动人。谢谢，表现得非常好，非常棒，谢谢。观众朋友的最终选择是，请看大屏幕。祝贺杨仔取得了这场对决的胜利，我们也把掌声给墩儿。很遗憾，按照规则，我们要先请你前往待定区。杨仔，请前往晋级区，并且领取属于你的金牌。